光这个智库学者的分析里面特别讲到，我们赖总统是不是特别的激烈，对于两岸关系的处理会反而更紧张？看看中国大陆的中共战区东部战区最新发布的影片。委屈都受不了了。大家都互相哭手了起来，但像这样打，哎呀，受不了了的，这代表着中部战区这个应该说战力更决心，但两岸之间到底是要推到怎么样的极致啊？互相的冲突，因为面临的是中美的谈判，在中美谈判里，台湾是什么角色？川普再度的发文了，他说呢，这次谈判很顺利，2天，第2天的成果哦，就已经有了 TikTok 的框架推动出来了，而且接下来还会准备在礼拜5的时候要跟习近平来通话，代表着美中关系是非常的稳健，一而再三的强调这一点，就是关系很好啦。贝森特还特别补充，川普跟习近平周5通话会完成协议，但是我们确认这个协议架构呢，可以让所有的抖音所有权为美国所控制。那双方有哪些谈法啊？当然，抖音交易完成架构的话，这个新华社是说，谈判呢是以2国元首通话为共识来引领的啦，减少投资障碍，那促进有关的经贸合作达成基本框架。怎么合作的模式也不是贝森特说了算，但美中的抖音达到基本共识之后，大陆这边证实成果，说绝对不会牺牲什么呢？美中不会牺牲原则立场、企业利益、国际公平正义为代价，寻求任何协议。那不知道这个副部长李成刚他所谈到的这3个坚持，跟贝森特差异这么大，那会是什么样的协议跟共识？大家拭目以待。但看起来，川普是透露了他跟这个习近平想要通话的可能性，是不是也进一步让川习会的会面感觉起来露出了曙光。本来前2天大家都觉得这个谈判很难乐观啊，互相先制裁啊，先给对方难看啊。其中这个牛弹琴中国大陆的官媒就公开的形容川普又在夸美国了啦。川普是这样说，美国上市公司不应该被强制要求揭露季度报告，那应该以半年报节省成本管理人员可以妥善的经营公司。对官吏来讲人家大陆都是50到100年的眼光，我们却按季度营运公司，这样可不妙，拿这个来比不过大陆当然也有季报也是被要求的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那当然过去盘点下来，川普也说过，中国的高铁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没有任何缺点，美国没有任何的类似的东西或者是针对 Kirk 这个案子，在中国大陆可以快速审判，不像我们会要等上6年吗？中国大陆在93阅兵之后，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庆祝，我认为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猜应该川普想到了自己生日的阅兵真的差蛮多的，所以才会觉得这真的很美丽，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觉得。中美的晶片战看起来是在谈判，西班牙这个谈判之前先互相攻击的一个目标，但是呢，中国大陆对辉达启动的进一步反垄断调查，这影响可就大了这跟传统制程相对的有关。那中国大陆的表示是说，对 AI 晶片的巨头辉达，这个调查是在去年12月就启动了，对辉达会有进一步的行动。那这会是什么样的行动呢？影响美国的企业如何？那美国的晶片巨头的噩梦来了，说打7寸反倾销所以大家才会说，哎呀，川普那种打法看起来玩假的，但大陆的回击却是像玩真的。一旦对于非常大量市场占比的这个传统的制程的晶片加以回击的话，根本如果国内产业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实力的话，那惨的当然是大陆的晶片市场。而美国的经济呢，亮了红灯警讯吗？就业崩坏，目前大概说有25%以上求职者失业超过半年。那现在只能以兼职为可能的职缺，因为大部分正职很难找。那以失业指标 U6在8月份已经升到了 8.1， 几十万的失业者也创了4年来的新高。美国经济压力是不是超标？当然，明天礼拜3联准会降息吗？大家在观察这个指标。但华尔街的老手就分析说，恐怕现在很严重。这个叫做这个分析师窦，他说，川普政府接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搞了半天是拜登的错了。不管在就业、房市还是货币，都有潜在风险。
很可能接下来会重演2007年的金融危机。所以避险往哪里走？黄金，黄金的一度飙升到了3689，哇，已经是美金盎司了，又是历史新高。这都是世界越动乱，当然避险的工具就会跟着改变，因为现在美债已经没办法避险了嘛。赖老师，T-Go 的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哈，贝森特也太乐观了。但是我们知道已经有结果了，本来它是9月17号就到期了。9月17号如果中美没有谈判的话，那就是川普自己要做决定了，要让这个 APP 下架，还是让这个 APP 继续走下去啊？那这个就是川普负完全的责任。如果川普在9月17，因为按照规定是9月17到期嘛，那他就让他下架的话，川普面对的是全美国的将近1.5亿用户的这些年轻人，包括成千上百万的这一些网红的操作者，因为也包括这个网络的商的这一些业者，还有他自己，follower 也很多，他的点阅人次啊，估计可能有上亿次了，动辄就上亿哦。对，动辄就上亿次了啊，次哦，人次。所以这个对川普明年的选举啊，这个来讲的话，他少了一个基地，这个对川普影响是很大，而且呢，所有的年轻人会叫苦连天，因为有很多人是透过这个 TikTok 来获取一些赚一点啊零用钱，有些是赚生活费，有些是形成一个公司，有些很多的公司是透过TikTok 然后进行它的这个货物的买卖，就是有点像电商一样。那你想想看，它的功能已经这么大了，它对于美国的就业经济影响力这么大，你今天把 APP 下架，这个川普本身要承担的风险很高。所以你看 TikTok 还没有卖，但是已经继续走了。那这个到底谁赢谁输？ TikTok 赢了嘛？也就是说他什么都没做，那 TikTok 就继续在运转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过去是要先批准以后才可以卖那现在台湾呢，以后是可以卖，但是要等批准。那这个有没有不一样？有哦。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的做法是把 TikTok 把它剥离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客户的资料还有数据库委托，例如说甲骨文来代为经营，这个部分就拆开了。另外它的特殊的演算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这个部门也要剥离出来，但是这个部门是大陆掌控。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没有同意卖，你是不准卖，你可以拆开来卖，但是呢，你这一块要经过批准。好，这是第二个他们所定出来的框架。第三个在哪里呢？就是说，你美国也白纸黑字给我写下来。第一个，你要尊重企业的意愿，也就是说，这个企业你要尊重他愿意卖，他才能卖啊。他如果不愿意被并购，你也不能被并购啊，不能强迫他。理论上是如此，私人企业。所以第一个你要尊重他的意愿，这句话就有玄机咯。没错。那如果抖音都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啊，那你不能强迫我啊。第二个要按照市场价，那市场到底怎么评估价钱？那这个就是这个有很多的空间啊，所以要尊重他的意愿，要经过市场价，最后一个要经过批准。那各位观众朋友，您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个 TikTok 的交易案，你美国政府要去找到一个这么大的金主买家，而这个买家如果大陆说你买的就等于是对我不友善，那你美国的大金主他要得罪中国大陆还是不要得罪，这也是一个学问哦。那如果说你抖音你把它卖掉的话，就等于是对于这个国家的不友善。那抖音对于任何一个客户还会满意吗？还是不满意？所以我们就可以，然后市场价到底多少，那就要看大家怎么评估了。所以我觉得变数实在是太多了，没有贝森特讲的那么的开心我们谈得很好，当然谈得很好，因为抖音继续运转嘛，而且也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它就是在继续运转中。所以各位，您觉得这个谈判特不特别？很特别，到底谁赢了？我想你心里中已经有盘算了。委员至少有一个讯号，就是川普是要跟中国大陆谈，也希望双方有好一点的协议，甚至要通话等等这个讯息，没有要跟对方硬战到底。这跟欺负印度欺负小国家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中国大陆有些东西是美国想要的嘛，譬如说你讲说稀土，然后讲这个 TikTok，
其实拜登那个时候就想禁掉 TikTok 了。但是拜登跟川普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川普想把 TikTok 交给他的朋友去经营。川普也有靠抖音你看他最近讲了一句话，对他讲比例，TikTok 已经有买家，是一群富人。他甚至讲过，马斯克今年1月的时候说，马斯克如果要买的话很好啊，所以他都点了人名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就是说，川普是用钱来看问题的。对，就 TikTok 这东西是那么赚钱的东西，如果可以把它拿到手，然后交给我的朋友们去经营的话，这太好了嘛，对不对？这是生金蛋的母鸡，也不是一般的蛋，是金蛋呢。不过坦白讲这也是非常可笑。美国一直都讲自由贸易，你看到人家赚钱的公司就想把人家给吃掉，拜登是想把它给关掉，川普是想把它给吞掉，然后最好是由他的朋友来接手，看起来最后是会落到他那一群有钱的朋友的手中啦。只是说这是大讽刺，现在美国真的是已经改变到我们认不清楚了。我们都在美国念书，也曾经对美国认为它全世界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现在在看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这个是美国吗？是非常惊讶的。但是我的感觉了，贝森特既然敢讲所有权 ，TikTok 所有权要由美国所控制，我跟你讲，他一定会完成的。毕竟我们严格讲，美国要求中国大陆的少一点，中国大陆要美国多一点。高科技就是一个，市场就是另外一个。所以中国大陆大概在这个问题上面不能不低头，但是是不是像美国说，我可以全部拿下去？你如果可以一手就拿下去，怎么会撑这么久？就中国大陆根本一言再言，给你拼下去嘛，所以他一定要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嘛。所以这个美国大概就是所有权是给他，但是呢，中方这边占的股权的比例应该还是说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他也会已经讲出来会保有中国特色嘛。只是说所谓的保有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都还在猜啦。不过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变得非常的贪婪，尤其在川普，你哪有说跟欧洲国家、跟日本，尤其跟日本说你要投资这么多钱，5500，然后呢，你这个钱呢要投资哪一家要由我决定，然后你全部还本以前呢，你大概可以拿大概90%，对，然后你还本完了以后呢，我又要的更多，你怎么会？这个坦白讲，这就是叫帝国主义。我说实话，这跟用抢的，这不是用谈的，这就是用抢的。对呀，你对韩国来这一套，你对台湾不也这一套吗？阿拉斯加天然气我们拿到了吗？可是备忘录里面我们已经显然已经答应这个1000大概300公里的这个管线，我们就是要出资嘛，440亿，台湾、南韩、日本你们都跑不掉。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很可怕，我是没办法接受了。我是坦白讲，我是有尊严的台湾人，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大中老师，但是台湾是有尊严的台湾吗？以目前经济状况的论述，其实美方跟台湾蛮像的，都说我们股市很好嘛，所以美方的股价也很好嘛。那川普投顾只在乎股价，明天联准会降不降息，是不是降到川普讲降到我满意，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为止？但经济指标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呀。对，因为美国经济现在也是处于一个这个转折点了哈，因为包括物价，包括这个利率的问题，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我先补充一下刚才，因为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哈。其实谈判桌上基本上的关键字就是换，人跟让那美中这2大强权也是如此的。但是呢，很明白，就是北京跟华府，其实我相信他们都分别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是呢，又希望自己看起来没有让，我还是很坚决。其实贝森特的讲法，仔细看他今天到底说了什么。他说，其实我们很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要挟北京，而且要挟什么？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取消川习会哦。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可能就真的把你禁掉喽。用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拉锯，因为北京还是守住它这个核心的 AI 演算法，它不会出卖给美国的。但美国就拿它的经营权比较大的股份，这是双方最后的结果。而且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次所谓的第4轮在马德里谈判是比预期来得快。目前看起来这是最重要核心的议题，代表说双方已经达成，因为企业跟企业有了默契之后，双方官员出来，所以代表说这是符合川普要的东西。否则
这次到底要谈什么？那还有更重要的地方是，川普自己预告礼拜五9月19号他跟习近平通话，我觉得这也是重要指标，因为上次通话是哪时候？6月5号，在日内瓦谈判之后大概2个礼拜，再往前一次是川普就任之前的3天，1月17号。每一次只要这个王对王的这个见面里面，我觉得都会往实体的见面再往前推升一些些。所以目前看来是有点暂时看起来是峰回路转跟柳暗花明，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美中最近的交手就是峰回路转，有时候会有3温暖，还是要审慎观察。虽然他早就讲说年底以前要去访中，但会不会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川普在不管执行轰炸任务，他都是由他的社群平台来宣布，这也是创了这个全球领袖的一个先例。他自己贴出来一个贴文说：“看，我下令，我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去轰炸了委内瑞拉一艘船。”看看画面，这个画面上的船，这个画面说被川普直接指它是贩毒船。他说：“由我来下令行动，针对暴力贩毒集团。”造成了3个人死亡，但是有证据他们是贩毒集团吗？这3个人谁是谁？先前这已经第2艘了，上一艘造成了11个人的死亡。川普甚至进一步扬言，现在是海上，我不排除会展开陆地、地面的战争吗？美军这个2号宣称集成的是第1艘毒枭船只，死了11个人。阿拉瓜火车，但事后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真的是毒枭吗？船上真的有毒品吗？在他们的官方委内瑞拉所公布的名字名称船只他们证实全部都是平民，是无辜的渔民吗？那就算他真的是毒枭，也要人家管辖权，司法审判决定要怎么判他刑吧。就可以他自己从国外的一个元首就去攻击别人国家的渔船，把人家认定为毒枭，当场炸死吗？这个司法凌驾的这个程度，也真的是他的川普现象，还要拿诺贝尔和平奖。马杜洛是他们的总统，认为这个美方已经是严重到全面侵略的状态了，双边紧张急剧升高，委美2国的政府之间的沟通上基本中断。跟等于是类战争的状况了。当然，委内瑞拉敢不敢真的要变成是一个战争的升级，恐怕也还是有点嘚瑟不敢哈。但的确，对委内瑞拉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屈辱，甚至如果还有陆地战的话，是要把它当地挤压到什么程度，川普才满意。以色列继续在这个加萨走廊这里攻击，看到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炸的这一次是被称为加萨那边最高的大楼，整个大楼像整个被轰炸掉了，都倒塌了，16楼的大楼。这个画面呢，当场造成了16个人的死亡。这个在加萨走廊最新以色列的攻击呢，所造成的伤亡恐怕也还不止这个16个人，旁边还有很多的，一定可以想象造成的损伤。那么很讽刺的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正在以色列访哭墙，哇，跟以色列总理站在一起，好像在讲和平吗？可是他再轰炸的是加萨的学校，哇，这一波又一波对加萨的攻击是得到美国的同意吗？这个以色列官员直接是透露给媒体说，这次卢北欧告知纳坦雅胡，川普支持对于加萨是采取地面行动，但是希望能快一点结束。美国媒体甚至说，以色列多名官员说，我要攻击卡达。攻击加萨走廊是一回事，攻击到卡达去这个是已经到了阿拉伯国家直接要开战的状态了吗？他说，其实我们都告诉美方啦，那美方在政治层面很久就收到啦，如果川普不同意的话，就早就阻止了。但实际上什么？他们官员说并未阻止。虽然川普说我都不知道不知道有要攻击卡达这件事情，那以色列攻卡达是不是有后续的效应？因为阿拉伯国家跳起来了，他们准备要设一个阿拉伯版的北约来互相协防，不然很危险而川普一直说自己不知道叫以色列要照直放亮点，这是翻译的问题。但是呢，像西班牙总理就轰以色列了，要求比照俄罗斯模式，要进登国际体育舞台，因为它是发动战争的国家。真的如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是个罪，为什么以色列可以这样持续攻击周边的其他国家，还有伤害无辜的学校啦、医护站伤害人命呢？欧洲的高官们纷纷表态支持制裁以色列，由冯德莱恩所领军提出说要制裁以色列的这个提议呢，很多国家都表示支持。台湾呢，
台湾还在支持以色列吗？这才是最可怕的问题哦。我们是不是真的自己站队站在哪一边？而美国结怨欧洲的部分也是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贝森特财政部长公开的讲哦，欧洲国家要对中国大陆还有印度征收高额关税。人家什么征关税，他还要管？他就说，因为你们征了，我们才能征啊。就是说，川普不会为了阻止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就对他加征关税，除非你们都一起来做，因为他们担心欧洲反而跟中国大陆的市场开通，美国不利。那法国《世界日报》就认为，川普这些要求很难被欧洲接受啦。那欧盟也不会接受华盛顿单方所提出来要求对华关税提高的这样的条件。王毅到了波兰访问了，王毅公开的讲说，中欧反而应该共同抵制这种滥施关税的措施，妥协没有出路，不应为虎作伥，其实团结才能够因应嘛。因为欧洲国家先前也在拜登时期长期是跟着抗中的，各种关税的制裁，现在不一样了。中欧班列被形容叫做双向的经贸桥梁，好像把欧洲的市集搬到家门口吗？以前买欧洲产品可能空运啊、海运啊很久，现在这个中欧班列一开通之后，整个横跨亚欧的钢铁驼队，不仅打通了国际航运货运啊，还架起了中国大陆跟欧亚国家间的双向经济这个桥梁。那么形容词里面还报道说，这个民众啊，可以直接家门口试喝欧洲的饮料。你说川普叫人家现在欧洲片面把关税提高，对于大陆有可能吗？川普现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部署看起来是要发动一场战争了啊，因为委内瑞拉的军队人数不多嘛，好不容易现在这个他们的马杜罗啊，他开始要动员民兵，民兵也不过就20几万人，所以他自己的军队也不过就是不到10万人啊。那美国现在已经派出这个7艘这个船舰、军舰已经开始部署抵达了，然后7架的隐身战机也已经进入波多黎各了。他预计总共要10几架的战机都进去，4500个这些海军陆战队员也都看起来步出这个整个战争的一个态势了。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美国想要去抢伊拉克的4大油田，因为这是20几年前的事情。2023年的时候，海山它的4大块油田，它分别让大陆、俄罗斯、德国跟法国4个国家的企业去开采。美国想把这个油田抢走，所以他就找他的国务卿鲍威尔这位高阶的军事将领。我们都知道高阶的军事将领荣誉在他的心中要挂一生的，结果这个人到死了以后他的良心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联合国的时候他作伪证，他拿出一罐说这是海山的合成化武器，后来他自己也说这是肥皂粉，他造假。他在全世界60-70亿人口的面前，他公然说谎，他让他一生的军旅生涯蒙羞，就为了造假。那制造了说海山有合成化武器，美国就用这个理由去把海山杀了把海山杀了，然后把伊拉克占领，维持傀儡政权，4块油田就被美国人收进口袋里面去了。现在看起来美国要做同样的事了，也是在共和党时代，他就以毒枭为借口。我们都知道，其实委内瑞拉是最没有跟毒枭有关的，因为它是一个石油的生产最强大的国家，在整个美洲来说的话，毒枭最大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墨西哥。如果真的要动手，那就应该对墨西哥动手，对过去的哥伦比亚动手。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是在于哥伦比亚、在加勒比地区，还有在墨西哥这个地方，这是毒枭最泛滥最多的地方。但是你看，它不是，那里没有石油啊，那边没有。墨西哥只有那个汽车的零组件，还有这个日本跟韩国，还有台湾的一些汽车厂，还有大陆的汽车厂。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又假借这个理由了，说毒枭没有任何证据，也不需要证据就把人家炸了，还公布影片说他们就是毒枭，就是我指挥的。对，他们就是毒枭，我把他炸了。那其实就在找理由，准备要攻击了。如果让他发现马杜罗的地方，说不定他哪一天就去进入攻击、逮捕，然后把他处死，然后再派一个傀儡政权控制住委内瑞拉，就把油就又收到裤子里面去了，口袋里面不是裤子口袋里面去。我就可以看到，
美国这样的一个霸权还要霸多久？我觉得这样霸凌这么多的国家，霸凌到最后小心了、中亚地区啊，他们都出来造反，也说不一定啊。川普这已经不是阴谋，是阳谋了，大家都看得懂。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世界都知道，川普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的和平手段是什么？他进攻委内瑞拉，那所谓把船只直接炸毁，让现在上一次11条人命，这是3条人命的做法，他说是毒枭，就是毒枭了吗？委员，你知道美国跟委内瑞拉现在不是处于作战的状态，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你可以把人家的船这样随便在公海上就把它摧毁吗？然后你说是毒品，他是载送这个毒品，那你把证据拿上来啊？对不对？毒品的残留的东西啊，装毒品的袋子这些啊，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对啊，你要拿出来给大家看啊！你美国你一个人，你不是上帝啊，你不想你会随便判人家死刑啊，对不对？这个坦白讲说不过去的。那你当然你可以跟国际刑事法庭，对，你可以把人逮了往那边送嘛。啊，这个杜特地不是就被送到那里去了吗？啊，当然美国自己本身也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一员啦，他也不能用军队对去抓，对他不愿意隐形战机，对啊，他不愿意受国际法的限制，所以他连国际刑事法庭他就不参加。那下一个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拉丁美洲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当然是很不爽嘛，那很不爽，你又能够怎么样？哦，所以你刚刚讲到说啊，是不是要把他抓他怎么样？把他的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我告诉他已经不是没有干过啊，对不对 ？Noriega 他在我们的政战学校受训过，所以你是你的学长还是学弟哈？他在巴拿马的总统，美国把他逮捕到美国受审判，然后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去，后来才把他放回去的。所以美国是这样看的，人家是个主权国家，你可以随便派个军队去跟人家打仗，然后把人家总统抓，然后送回美国审判，然后把他关了，然后后来才把他送回去，他就这样干啊。所以我讲说，美国真的是帝国主义国家，怪不得拉丁美洲国家很多人不喜欢美国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嘛。反美的情绪，就是你们把他们当作你们是殖民地嘛，门罗主义已经多久以前的事了，你们还这样干吗？啊，然后他就这样干，然后讲到加沙，这是我最不愿意讲，又不得不讲了。我请问你，你卢比欧到以色列去干什么？是告诉他你不要再去炸卡达吗？还说你加沙要停一停？他到哭墙去，我也去过哭墙，去哭墙一定要戴帽子，不能光着头顶进去的。好，以色列人去哭墙是因为他们缅怀他们的伤痛的历史。那你卢比欧去干什么？好，你应该到加沙走廊去啊，你应该去那边哭啊！1000栋的房子大楼已经被炸掉了。就是以色列用你美国炸弹把人家摧毁掉了，反对以色列，反对纳坦雅夫，是犹太人自己本身在以色列就反对，在美国犹太人也反对，在世界上很多犹太人都反对这个残忍的不仁的一个政权。你台湾接待他们的国会议员来这边访问做什么？我以前就是中华民国以色列国会联谊会的会长啊，对不对？哈马斯打这个以色列机场的时候。我也带队就直接进去啊，那我觉得以色列是那时候很冤枉啊，怎么这样随便被人家攻击？可是你觉得现在呢？这么多无辜你在一栋大楼里面有可能会死掉人啊。是啊，当然。那他们也是晚上冬天马上到了，他们栖身之处啊。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以色列攻击卡达的行动呢，让阿拉伯国家都震动了。那川普美国到底知不知道？我觉得，当然，美国认为说他是不知情的，但一般来说很难会完全不知情。观众篇，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
看看最新的民调消息是来自于台湾民意基金会，这份今天早上公布的民调数字，对于政党的支持度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支持度在民进党的部分呢，直接又往下探。国民党则是罕见的往上扬5.1个百分比，来到了25.2。民进党目前是30，民众党14.4，加一加哦，直接蓝白碾压8.7个百分点。对于民进党的执政来说，显示他来评估认为，大罢免大失败的震荡虽然趋缓了，但是蓝白支持度相加仍然大幅领先民进党的8.7，而且会变成常态吗？这是一个隐忧。年轻票不断的流失，尤其刚刚我们看到在 Trade 上面很多的，只要稍微二创问个问题，底下的留言或者是总统好了，他的粉专贴一个问题。下面的留言真的都很疗愈，几乎酸到爆，而且都是用赖总统的名言去酸他。像这样的现象跟莱尔校长当然息息相关，但只是因为莱尔校长嘛，像彬哥就认为说，以为是因为短片、图片、图卡、梗图很会做造成的吗？他们现在的这个想法恐怕也是搞错了重点，是因为大家都讨厌赖和民进党，话题才会如此夯吗？因为这些话毕竟也都是来自于总统自己嘴巴所讲出来的内容啊。而国人对于赖总统的感情温度如何呢？在民调数字上证实了一个这个政坛上面被民众支持的程度哦，结果他才43.3度，是低于柯文哲。柯文哲刚被关出来，他已经长期脱离社会很久了，现在刚刚关出来交保当中而已，他的感情温度是48.8。那么尤英龙说，这样上任16个月的总统，整体表现是这样的温度，代表的什么呢？民众开始趋向了失望、负面，还有争议性。这对于期盼励精图治的新任总统来讲，绝对不是好消息。所以新任总统也不新了。说真的，上任到现在这样的民调数字，他搞完了大罢免之后所得到的民意的回馈是如此啊。那所以呢，现在小草虽然高兴，交保抗告这件事情维持的原裁定。但是呢，高兴一夜就好。为什么？邱毅的理解是说，接下来还有司法追杀，不要忘记他一审的判决也快要下来了。所以一审判决会怎么判？还有2审、3审。邱毅认为，这个民党是不会放过柯文哲的，透过司法手段要斗臭对手。没有料到，只是他没有料到柯文哲的斗志，还有小草的坚持。如今莱尔校长恐怕要自尝恶果吗？另外一个调查数字是说，现在目前对于赖总统拼经济的表现满意度多少呢？对于54.3谈判结果啊，郑丽君所领军的谈判关税团队没有信心，只有35.7抱持信心。是否满意赖总统上任以来的经济表现？高达62%都不满意啊，跟4个月前相比，直接下滑了1%，这么多，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不满意。我们比一比国际因为基本上关税如何，我们真的还搞不清楚到底我们谈了什么，谈的是一场梦吗？我们真的不知道。但韩国，哇，韩国本来当时我们以为李在明谈得非常好他们国内的名气也给他很大的鼓励，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川普又来搞他了韩国的媒体就表示啦，部分的韩国国内的声音就认为，甚至这声音是蛮强烈的，政府与其去给川普、给美国政府投资这个3500亿美元，而他们还不满意，因为现在要求调整收益比例要像日本一样，9成都归这个美国，只有1成可以归韩国等等，大概10.6兆这么高的金额台币他说，如果要给美国这笔钱，还不如用钱来支持韩国的出口企业，所以有可能加上最近这个韩国企业的工人被搜的消息，韩国如果谈不下来这一波的话，会不会吞25%的关税更高？但这样其他条件就不用配合了，不用投资，不用把土地给他，什么都不用，这样会不会比较划算？这是韩国人在算。但台湾呢，我们只看到赖总统现在下乡到公庙去各种座谈都说强调大家要对政府有信心，政府会争取不叠加关税。真的从民调知道，民众一点信心都没有谈贸易挑战，萧美琴也说，困境没有阻止台湾人找解方。那我们请问解方是什么？解方在哪里因为这我也问过，节目上也问过大家，这个是 PT 上有网友跟我一样有疑惑，问大家是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还是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呢，8月份美国公布对等关税台湾20%可能加 N 这个新闻呢，一直洗派了一个难缠的谈判高手如何？结果呢，政府一直强调只是暂时的那现在已经过去1个多月这么久了，
那对等关税到底谈到什么地方了？谈到哪一点？好，有人知道吗？大家的回答真的好疗愈，很好笑。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当然是继续谈呐、谈那还在缠着人家要合照写文宣呐、真的难缠呐其他还有更多更好笑的，不是哦，不是这样哦，可能大家都想错重点哦，等等。但美国对台湾态度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动摇了呢？从几个指标来看，包括台湾致力于提升不对称作战能力，要扩大无人机的生产但目前台湾已经被额外苛征像这样的20%关税，已经虽然比印度低了但是高于致力于其他的无人机市场的日本、南韩。根本没有竞争力，而这一篇报道震撼台湾的政坛学界，是因为《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华府智库这篇文章提出了国防重点，分析美国到底要怎么样来因应现在的中美关系的状况。这位军事分析主任说，美中关系持续恶化，是因为台湾的关系，所以呢，接近冲突临界点对美国来讲非常危险，也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所以他们这个报告里面建议川普要大胆的跟中国达成协议，缩减在区域内的军事部署，明确告诉台湾，美方的军事支援不是保证，也不是无限，就是跟台湾划清界限的概念。哇，突然变成一个拖美方后脚。现在当美中可能要进一步更多的合作的时候吗？委员，这样子，先讲最后一篇这位这个女士是叫卡瓦纳，我们把它翻译成这样。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战略分析家，他念很好学校，哈佛硕士，密西根的博士，然后在很多地方都待过，都蛮重要的地方，像卡内基啦，也待过，兰德也待过。然后他的文章大概美国所有重要的外交战略的这些杂志都有，包括《纽约时报》。包括什么 Foreign Affairs 还有 Foreign Policy 这些都有他的文章，所以他是非常知名，他不是一般般的，他都是用他的字，形容他都叫 senior 什么都资深的什么什么资深研究员等等的。他讲的重点其实先看他的结论，最后那段话就知道他的重点在哪里。他说中美之战没有赢家，不会有赢家讲这种话就是有别于像美国有些的，像这个军事将领就是说我只要开战多少小时之内，我就要摧毁中国大陆多少个目标这样。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这个不会有赢家。其实他讲的比较对，核子战争怎么会有赢家嘛，对不对？打到最后输的那一方一定把核子武器拿出来了嘛，对不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批评拜登要负责任，就是你把原本美国外交决策遵循多时的所谓的 strategic ambiguity 战略的模糊，你把它调整为战略的明晰，越来越清晰。这样的一个结果，他认为就是不对的。所以他有没有开出他的良方呢？他有开出他的良方了。他先这样讲，他说川普，你不是口口声声就追求和平吗？那你现在就要去让两岸之间要中美之间要出现和平，这样在历史上才能留名嘛。然后他讲了几件事，当然刚刚讲就是你要恢复战略的模糊，你要明白的告诉台湾说，这样子你不要那么有把握说只要爆发战争我们就一定会来帮你，而且不要认为我们对你的援助是没有止境的无止境的这样支持你。然后他在里当然也批评了赖总统，就是说他比这个蔡英文所显示出来的更好像这个愿意跟中国大陆去对峙这样子。他认为当然他认为这样子是不好的啦。然后他也讲美国应该减少跟中国大陆，就刚刚你主持人讲的，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交易一样make a new deal 一个新的一个协议要减少在这个讲显然是亚太地区。台海附近这样减少这些军事的这种部署，减少那个力量他觉得说这样子才对了。不过我觉得他最主要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恢复到战略模糊。战略模糊就是让台湾不要那么确信说战争爆发了，美国一定会来帮忙他用了一个字倒是蛮有意思，他说要 restore 要恢复台海的平衡
他如果现在是失衡的，对，他认为失衡的结果就容易爆发战争。你要恢复平衡啊，那这平衡呢，就是要走一个现实主义啊，要避免战争啊，要恢复战略的模糊，大概是这样子。但问题是，台湾民众有多少人相信美国会帮忙？可能只有赖总统这个支持度里面有没有3成、2成的民众吧？赖老师怎么看这个最新的民调？有没有反映了台湾实际的民意？当然反映啊，因为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台湾的民众将近6成对赖清德不信任，而且也不抱期望。我想这是最新的民调嘛，也就是大家觉得赖清德的所谓的思想改革根本做不到，所以根本对他没有期望了。也就是说，赖清德的支持度很低，而且人民已经越来越对他不抱期望。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对他不抱希望，深绿的对他也不抱希望，这才是赖清德最大的危机。好，这就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2次的大罢免，第1次失败，第2次再失败，民进党的这些很大一部分的立法委员、从政人士还有党工都搅进去了。搅进去了以后，2次的大罢免失败，代表老百姓对于民进党输不起、看不起了。也就是说，去年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让国民党成为第1大党，你民进党成为第2党。结果呢，你选输了，你翻脸不认账，你输不起，我们把它叫做不要脸。不要脸的情况下，你要翻过来，结果我们老百姓再把你翻过来，再把你翻过来，你们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这样子而辞职下台。赖清德不辞职下台，推动大罢免的民进党的立委也都不辞职下台，包括柯建铭在内包括这个吴思瑶，或是包括所有的那一些主张推动大罢免的民进党的立委，没有人下台，民进党的党主席也不下台。那这样的情形，老百姓也就瞧不起这些人没有政治担当。第3个就是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就是行政部门里面的各部会首长荒腔走板，每天闹笑话，不管是经济部部长或是其他的部长，天天闹笑话。台湾的老百姓对于绿营执政的，从党政还有最高的领导人赖清德，都基本上都觉得干的真的很不好。你想，民调当然民进党只加3成嘛，那3成如果蓝白合作的话，那就必赢了。可是蓝白会不会合作？看起来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一次合作的可能性高了，但我不敢说100%，因为政治永远有变数嘛。那永远有人一下子野心膨胀了，一下子有人自我把自己膨胀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党反正就是永远有人会把自己膨胀过高以后就错估形势了。本来大好的形势到最后搞砸了，这个在我们台湾的政治史上看得多了，不断重演，也不断的重演嘛。所以愚蠢到此的政党的领袖是满街都是，不是偶尔出现是历届以来满街都是。这个简直是人类间最荒唐、最可笑的事。不然民进党早就输掉政权了。打包回家了是吗？他打包回家应该好几次了吧？从陈水扁到蔡英文，应该打包回家好几次了吧？然后到现在赖清德还可以让他选上，这个叫做什么？愚蠢至极的党的领导人。我不知道我讲的是蓝的还白的还是哪一个党的，你们自己去判断。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最后您提到的台湾的无人机。有时候我们这边因为政治的关系，也会把台湾的无人机把它吹得太高了。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你的市占率多少？我觉得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事。台湾的无人机到底强还是不强，那要看你在全球的市占率有多少。如果你像台积电一样，你强到不行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的市占率7、8成你今天你的无人机如果在全世界你的市占率有10%，不错了吧？30%硬邦邦了吧？然后如果是50%，那你强大到不行了。那我们现在问每天这个无人机国家队，你告诉我们台湾的现代无人机的全球的市占率有多少？你等你自己做出品牌来的时候，美国自然会开一条绿色通道，让你的无人机跟美国合作。为什么？因为美国要来求你合作，打出一条通道嘛，不要用嘴巴讲，搞出一个成绩来。
大钟老师，我们关税到底谈的怎么样？是真的没有人知道啊。谈到了现在，仍然说暂时到哪里才是头。可是呢，就算像韩国谈成这样，也很难有信心，一下子说翻了就翻了耶。对，因为我们本来以为说韩国自认为说谈得不错，而且李在明才风风光光去华府，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韩国只是先谈一个大概架构。但白纸黑字的细节到现在没有搞定，没错。所以这为什么到现在美国还在持续对韩国施压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大家应该还有印象，3、4天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特别点了几个国家，第一个点台湾，说马上会有个重大的结果，因为快达成共识。这个 big deal， 这个我们还是要非常审慎。那第二，他其实提到的也是韩国，他说韩国，那他也提到了像是印度。他说：“只要印度不买俄罗斯油，还是可以继续再谈。现在此时此刻，印度的代表正在跟美国在谈。他也提到了瑞士，瑞士也是被寄出39%的高关税。那韩国为什么现在那么难缠？因为美国希望韩国能够接受类似像日本模式啦，就是说由美国决定你要投资这么多钱，几千亿，我来决定重点是什么，而且这个收益大部分可能是要归我。那南韩特别讲说我的这3500亿这个美金，我可能没有办法这样直接拨出来，还要现金。对，还有现金，他可能要用什么贷款担保等等等等。韩国也特别讲说，我们外汇存底3500亿，大概占外汇存底80%以上而且我们外汇存底只有日本的1/3，我们实在不能够用日本模式。但是对于川普的谈判团队而言，基本上他不会因为你这样讲，我完全接受。所以现在压力还是在韩国的身上，所以这给台湾一个很重大的启示啦，就是以目前美国对于从中国大陆到韩国到日本到印度到瑞士，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强势，所以我们谈判老实说是非常艰辛。这就回到几个月之前，我觉得我们政府可能错了一步了，就是基本上即便你不能全盘都漏，对你说你谈判筹码，但是你还是要讲出你的谈判的困难的地方。艰辛的地方，还大概哪些领域我们受到压力？这会给老百姓、跟各企业、跟各产业至少有个基本的概念，而不是有个过度乐观的信心。对呀，因为到时候泡泡被戳破的时候，其实老百姓的落差感会很强。是你一直在透过媒体讲说我们的谈判的主帅、主将非常了不起，被对手视为是个难缠的对手。这个概念是太早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我们没有过度乐观的一个空间。那我再提一下，刚才那个美国学者他这个意见台湾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纽约时报的这个特别的一个报道跟揭露他的意见可能目前来说，在美国华府还未必是主流。他提到了几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最重大的切入点是，他认为跟川普是一样的，川普是要避免卷入战争，没错，这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他说要减低一些这个对台湾毫无保留的支持，才会让像刚刚委员所讲，让台海回到稳定。大家特别讲最后一点是，照理说这样的讲法很危险，有人会说出卖台湾，但他说因为现在总统是川普2.0，川普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压制共和党不同的声音，所以就算跟北京有个大 deal，基本上是有可能会实现的。